面是用到了2毫米的空心棉以及4.0毫米的钩针。首先环形起针，起针完成后，钩织3个锁针作为一个长针，然后绕线圈钩织11个长针，加上起立针，一共12个长针。第11针结束，收紧线圈，将线一次性拉出。最后在开始的起立针上引拔连接。第2圈首先锁1针，在第1圈的起立针上钩织一个外钩枣形针，钩针绕线，在起立针上钩织一个未完成的中长针。重复动作，在同一个位置一共钩织4个未完成的中长针。最后钩针绕线，一次性穿过前面的几个线圈，钩针上剩2根线，再次绕线，引拔钩出，这样完成一个外钩枣形针，然后钩织3个锁针。在第2个长针上，同样钩织一个外钩枣形针。首先在长针的立柱上钩织4个未完成的中长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一次性穿过前面的几个线圈，再次绕线，穿过剩余的2根线，这样完成第2个枣形针。在第3个长针的针目上挑2根线，在这里钩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前面这里就是第1组花样，后面重复操作，一共循环4次。第4组完成后，在第1个枣形针上引拔连接，然后将线过渡到锁针的空隙处。第3圈首先钩织3个锁针作为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一个长针，后面锁3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织2个长针。这里就是转角的位置，一共钩织4个长针，在接下来的2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在后面的长针上钩织一个外钩枣形针，枣形针完成后，再按顺序钩织2个长针。前面这里就是第1组花样，按照相同的针数再循环3次。第3圈结束，在开始的起立针上引拔连接，然后将线过渡到锁针的空隙处。第4圈首先钩织3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一个长针，后面锁3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织2个长针。在后面的长针上钩织一个外钩枣形针，在接下来的7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7个长针完成后，在下一个长针上钩织一个外钩枣形针。前面这里就是第1组花样，继续重复操作，一共循环4次。第4组完成后，在开始的起立针上引拔连接，同样将线过渡到锁针的空隙处。第5圈首先锁3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一个长针，后面锁3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织2个长针。
在后面的长针上钩织一个外钩藻形针。在接下来的11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第11针结束，在后面的长针上钩织一个外钩藻形针。现在我们完成第一组花样，按照相同的针数再循环3次。第5圈结束，第6圈和第7圈按照前面2圈的规律进行钩织，转角的位置针数不变，钩织4个长针以及2个藻形针，中间的位置钩织1排长针，针数逐步递增，每一圈各增加4针。视频内的这一款做的是小尺寸，如果想要大一些，可以继续按规律向外扩张，增加到需要的大小即可。第7圈结束，这样完成包底的部分。后面继续钩织包身的部分，同样将线过渡到锁针的空隙处。第1圈首先锁3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1个长针，后面锁3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织2个长针。在下一个长针上钩织一个外钩藻形针。在接下来的针目上钩织8个长针。第8针结束，在后面的3个针目上钩织一个3针并1针。首先钩织3个未完成的长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一次性穿过4个线圈，后面空出一个针目。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，同样钩织一个3针并1针。首先钩织3个未完成的长针，最后钩针绕线，一次性穿过4个线圈。在后面的针目上再钩织8个长针。第8针结束，在后面的长针上钩织一个外钩藻形针。前面这里就是第一组花样，按照相同的方法再循环3次。第1圈结束，将线剪断，第2圈换线钩织，在转角的锁针空隙处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编织3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1个长针，后面锁3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织2个长针。在下一个长针上钩织一个外钩藻形针，在接下来的针目上钩织8个长针。第8针结束，在后面的3个针目上钩织一个3针并1针。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再钩织一个3针并1针。后面再按顺序钩织8个长针。第8针结束，在下一个长针上钩织一个外钩藻形针。这样完成第一组花样，后面重复操作，一共循环4次。第2圈结束，后面的部分针数不变，按照前面这一圈的钩法循环钩到第11圈，颜色和高度可自行调整。第11圈结束，接下来我们钩织边缘的位置。第12圈换绿色线，在转角的位置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编织一个锁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3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针目上钩织11个短针。
第11针结束，在后面的2个针目上钩织一个2针并1针，后面再按顺序钩织11个短针。第11针结束，剩余的部分按照前面这一组的顺序循环钩织即可。第12圈结束，第13圈换深绿色，这一圈针数不变，在后半针上挑1根线，环形钩织1圈引拔针。后面第14圈同样挑后半针，钩织1圈引拔针。包身的部分完成后，在红色的区域缝制黑色珠子作为西瓜子，然后利用虾辫钩织一条包带，将它穿到转角的镂空处。包带的钩法可以到我的主页搜索标准虾辫。现在我们这款西瓜配色的单肩包就完成了，可以在内部搭配一个束口袋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